咱们中國人不一直強調頂天立地嘛，做人要頂天立地嘛，它也是按照頂天立地這麼一個風格來設計的，它也融入了很多中國的一些文化元素啊，比方說像這個位置，它其實就跟我們房子古時候那個房子做到那個大梁一樣的，有一個梁掛中間，啊掛在牆頂上，那這裡是我們的一個主進氣格柵，剛剛是開啟，現在是關閉。當我們在運行的過程中，它會關閉掉，那這樣子的話，保證風阻更出色一些。那如果說發動機一熱啊，它就開始散熱，打開自動的。完全根據發動機溫度自動來控制，它會感應，然後對，根據發動機的溫度嘛，因為發動機如果熱，它要散熱的話，我這一關就散不出去了，對吧？那另外呢，整個車的車側這個部分，你看到我們的腰線其實做的還是很平滑的。是這個車我們現在按照一個曲率叫 G4 曲率，什麼意思呢？就是您看一下這裡，就是它這邊有一個弧線，這個弧線到這個稜角的限制，這個位置它沒有稜角，它是平滑過來的，是一個 G4 曲，所以它整個車的側面線條看起來會更加柔和。過渡也會更加平滑一些。那整個尾燈這個位置啊，這個位置它其實用的也是中國元素。就中國有很多的一些我們講古時候的一些元素，比方說像窗，以前那個窗子是紙的，是上面用木頭做的，它是用窗棂的那種元素，那拼接起來的，各種各樣不同的形狀拼接起來的一個形狀。所以整車的話都會用大量的中國元素來做一些包裝。那剛剛呢，我開過來的時候用了2個功能，一個是我們的智能限行，就是可以平着移着走。那有時候在一些巷道裡面。或者是我們靠邊停車，可能停的不夠靠邊，就它就這樣。我可以挪一點進去，一點挪進去就可以了。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圓規掉頭功能，它可以讓前輪鎖定，那後面2個輪子呈現一個外八字。單用的過程中，後面輪子會成外八字。那這樣子的話，一個輪子正轉，一個輪子反轉，它這樣就把車給像畫圓一樣劃出去了。要不我們上車體驗一下，黃站。好，來拍外面哈，外面對好，謝謝。外面對好哈，您上車，您繫安全帶。好。然後門您就不用管了，您放在這就行了。它門會自己關嗎？您看，現在門也開着，我這門也開着啊。上車之後呢，我們也不需要做什麼其他動作，我這裡踩剎車，您看一下。剎車一踩，門就自動關了。然後座椅會自動調到一個比較舒適的位置上來。另外呢，像您手機不是在用了嗎？其實您手機如果沒電的話，可以往這個中間放一點。有，它就可以無線充電了。對，我這手機也可以，2個手機都可以，它支持50瓦，就是手機還是快充的，手机也是支持快充的，就很快，這邊就可以充電啊，就放2部手機。對，那我們在平時用車的過程當中呢，也會出現一些小情況，比方說您像有時候出去玩，那可能要去熱，像尤其像現在這種天，台灣地區咱們也會比較熱的天氣嘛，那對，喝飲料怎麼辦呢？冰箱，我這可以開，您這也可以開，在這個位置，在這個裡面專門有個冰箱的一個開啟功能，在這兒。冰箱，對，前排能用啊，那後排也有個冰箱。我們後面還有個冰箱。有，我在裡面坐到後面。對，後面這個冰箱就很方便。對，後面也有個冰箱，就是說不只是司機前座人可以喝，對，後座人也可以喝，而且制冷2個冰箱還可以分開，除了制熱還可以制熱。比方說小孩想喝點牛奶，那我們可能講小孩喝牛奶要喝熱點的。是，對，所以說這時候就可以用制熱功能。它不只是冰箱，還可以變成變熱的。對，它這個是35度到50度都可以自己去調節。你想多少度直接調多少度就可以了。是，它可以直接控制，很方便。那制冷的話，我們是零下6度到6度都可以。是，甚至於說有時候夏天想吃點雪糕，往裡面一放，它也不會化。它也不會化，那這樣出去玩其實很方便。那如果不用，可以把它關了，也很方便。另外呢，像我們這個車，它現在的功能其實集成了一個叫 E3 翻的一個功能。這個功能其實是現在騰勢所有車型裡面，相對於來說是最為核心的一個技術。是。那這個功能，像剛剛我給你演示的是圓規掉頭和我們的即時轉向。是。那其實我們如果說碰到像雨雪天氣，它會有一個雨雪內八模式。在這個模式下，就是我們的制動距離會很短，而且車會很穩。它會把後面2個輪子，剛剛我們做圓規掉頭，它是呈這樣的一個姿態。是。那我如果說在雨雪內八的時候，它會呈現向內的。它就像我們冬天去滑雪，它就不會打滑了。對，滑雪的時候2個膝蓋一內扣，就穩了，它就不會打滑了。那包括沙地啊、泥地啊，它的越野模式也是蠻出色的。在這種模式情況下，其實我們出去哪玩啊，就很方便了。另外，看起來車很大。我們如果說真的是。像有些地方可能說巷道，或者一些小巷子裡面，我們可能說拐彎啊，或者有些地方可能路不是比較窄，掉頭不方便，很多車不是要掉好幾次嘛？其實我們這個車現在掉頭很方便，
我可以讓您感受一下，比方說我们往前走走啊。好的，可以稍微感受一下。哦 ，OK。哎，这邊不用關，這邊不用關，關這邊就。沒有，我們要向前走了。我們走一走，走一走，我們走一走了，走一走，走一走。OK， 您看啊，当我在往前開的過程當中，那這個時候我們的方向盤會給你提示我們的轉向角度有多大。那現在如果在這個位置，我要做一個掉頭，按照這麼大一個車，其實掉頭的話，很可能就會掉到 U9那個位置上去，對，仰望那個位置上去了。那現在我來掉頭給您看一下。好的。如果說方向盤打死，輕點油門，您可以看一下我車子掉頭的轉彎半徑是多小。哇，它是離它很遠，它離它很遠，因為後輪也跟着轉向，對，它後輪跟着一起轉了，然後圈圈變超小的哎。對，你看，在這個位置。他們剛剛就在邊上，其實就這麼一點距離，我的圓規掉頭就完成了。就是我的一個極致轉向就完成了。它這個極致轉向的話是能夠實現這麼大一個車子，它只需要4.65米的一個轉彎半徑，相當於是像寶馬小 mini。它跟寶馬小 mini 那個車子相比較而言的話，它的轉彎半徑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，沒什麼差異，所以它很方便。那如果說我們現在把這個車到了一些停車場啊，有些地下停車場確實是比較小的情況下，那我們可能要倒車入庫嘛。是。OK， 當我們車倒到位置上以後，那在這裡，其實您會發現我們車要停到車庫裡去。像館長你跟我一樣，我也健身啊，我也健身啊，所以有時候我的身體不是比較壯嘛。是。那這時候說實話，下車其實是挺麻煩一個事兒。對。然後門一開，角度不夠就很難受。是。那這個時候呢，我們可以用我們的自動泊車功能。當我這裡用代客泊車，點擊它以後呢，我可以選擇這個車位，點擊代客泊車。這個時候我只需要下車一鎖車，這個車就會自己停到車位裡去。人可以下車，人可以先下車。啊，對，人可以先下車。我下車。然後呢，你如果開門的情況下直接走，那這個時候它會提你手機落在車上。手機記得比如說我們手機還在充電中。它會在，它會專門提醒你，對，專門提醒你拿手機，拿手機。好，我們拿好手機，現在可以下車。好的。天哪，這太方便。您不用關門，您也不用關門，門都不用關，我們就這樣就可以了。然後在這個時候呢，我只需要做一個事兒，就是我們鑰匙的鎖車鍵是按一下，門自己關，然後車自己停，自己停。我們所有都造車哦。你看這個車開始自己動了。是。當然了，如果說在地下停車場可能會有小朋友啊來回竄啊什麼之類的，對吧？您比方說像我現在走過來了，我人走到前面來了，哎呦，它停了。那我人過去以後呢，我走離開了以後，它又會繼續來往裡面停，是，它又會繼續開始停。Oh my God。另外，如果說你現在手機可能忘車上了是吧？沒關係，我們來解個鎖，停了。這時候我可以上車拿東西。是，我把東西拿完了以後，我再把門一關，關完之後我再鎖車，我不用做其他操作，它還是會繼續停。這個位置你看離它很近，它會自己去調節這整個位置的一個空間，太屌了這個！這種停車就會很方便，太方便了。就在今天你知道嗎？有些人他不太會開車對，他太方便了。可能車開得很好，但停車很麻煩，對，他懶得停了。對，車開得很方便，但是停車其實是沒有那麼便利了。好，停好之後，它會自己鎖車，自己下電，就不用你管了。哎，完全停好了。你看這個時候車子是已經自動鎖車了，它也停到車位裡去了。這時候我們再上車呢，就不會很麻煩。是。車有人，他報警是因為車裡還有人。裡面有一個人對，裡面咱們有一個攝影師在裡面。對，他在裡面的話，車會報警，會提醒你。車裡面還有講的話直白點，就有活物。是。可能小孩子啊，哇，你們這寵物啊什麼之類的，他都能夠去檢測到。厲害。另外呢，如果說真的是在這個位置上，我們可能說上車也不方便的情況下，怎麼辦呢？我們其實現在腾勢汽車，包括我們整個比亞迪集團會有一個專門的 APP。就是在這個位置，我只要站在車頭，打開 APP 之後，通過手機的一些控制，可以讓車從裡面自己開出來，遙控它開出來，像玩具車一樣，像玩具車。遙控這樣按，對，按着它，它就嗚就慢慢開出來了。包括一邊往前開，它包括轉向啊、往後倒啊什麼之類的，都可以通過手機在這個車邊上看着它。那它也會感應。感應。比如說我們前面有人跑出來了對，一般情況這個時候呢，它不會感應人出來，也不會感到有沒有人。是。但是呢，因為它車速很慢，它這個往出來挪的速度大概就1到2碼
1到2碼，特別非常安全，非常安全。而且的话，相当于说我人就站在它面前才能挪，就是我人如果離得很遠是挪不了的，他不给你挪，他不给你挪的，对，就要感应到车主在這兒。对对。另外一個還有就是呢，我們現在有個情況是，這個車其實我們現在做了2個挑戰，其實是目前為止全球紀錄的。哦，第一個是高速的爆胎穩定。就是因為現在在跑高速的時候，因為現在我們的車其實是除了國內，包括國外也是有銷售的嘛。那所以這個車其實我們在路上的限速速度可能會比較高，國外有很多地方可能跑了160、170、180之類的。是。所以說這個車我們現在做了一個高速爆胎的一個穩定系統。當我們車輛完成爆胎，就是高速上發生爆胎的情況下，180碼，你在車裡甚至於沒感覺，它可以很平穩的讓你把車給停下來。我們有一個車主開的是我們邊上這台車，就是這個車叫 Z9 GT， 是這台車轎車，在高速上120碼爆胎了，一個女車主沒事，她不知道，繼續開，輪胎都磨沒了，就剩輪毂了，太猛了。所以說這個車安全其實還是很出色。另外一個挑戰是原來保時捷的。哦，保時捷卡宴原來做過一個叫魚鈎測試，這是美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必須做的一個測試，它是先把方向盤向右打270度。然後2秒內向左再打540度，那這樣子以保證你車子不要側翻。原來保時捷不會翻就對了，因為你這個時候可能會有一些緊急路況，我叫避讓嘛，所以它這個是叫魚鈎測試。這個測試其實我們講準確來說就是要防側傾，防止車的側傾能力，因為現在 SUV 都比較高，比較高大。然後原來卡宴是82.4公里每小時，我們現在做的也是180公里每小時，翻了1倍都不止。比它厲害太多。對，所以說這個技術其實帶過來以後，我們整車在這個行駛過程中也好，它的安全性也好，智能化表現也好，或者說整個車的這種行駛質感也好，便利性也好，操控性也好，都非常出色。騰勢現在以後就是130番，就代表了我們騰勢代表就是130番。那這台車售價這台車售價在國內現在我們的標準售價是389800元起售。隨着配備規格，那規格好一點40多萬。規格好一點的話，就您現在看這款車可能是我們頂配的一個車型，它也就45萬，449800。馬力呢？這個車近1000匹馬力，接近1000匹馬力。因為我們現在這個車是3電機的，它這個車雖然大嘛，但是它的0-100加速，我們現在實測的結果就是3秒幾的，3秒幾。3秒幾啊？對，這麼大個 SUV， 它車身還蠻重的啊，這個車有3噸重。3噸重的車，我們現在只要3秒幾就能完成100公里加速了。無論是性能、安全、智能停車各方各面，包括我看它裡面的一些感應系統，冰箱都有，座椅舒適度，對，它後面還有電視，然後語音操控，叫你開冷氣幹嘛？其實語音操控，我們現在這個車有一些更加便利的一些方式，比方說我在提前做一個預設，像館長您，比方說您下班回家很累，然後上車要語音操控，什麼開空調啊。然後開音樂啊，比方說聽傑倫的歌呀，對吧？然後開個什麼氛圍燈，開個空調啊，冰箱一打開，然後包括各種各樣的功能打開。那這個時候其實我上車還要語音一個的去叫，其實也挺麻煩的。所以我們現在車上有個功能，就是快捷指令功能。實行指令1就全部啪。對，而且這個指令可能不用你說，你繫安全帶。比方說我說當我繫上安全帶的時候。他就開始幫我打開空調，播放傑倫的歌，他就全做。你只要上車，安全帶一繫，全部自動執行了，話都不用說，連話都不用說，對，所以很方便。所以它的功能其實是有各種關聯起来的，它不是单一的某一個功能的使用。所以現在整個車，我們現在叫整車智能，就是包括我們的座艙、我們的底盤，包括我們一個駕駛輔助功能，我們是統一在一塊兒做了一個整體的一個智能包裝的。抱在一塊來做了，這就是我們現在自己研发的一個技術。钦佩。对，這是我們騰勢的一個 N9的車型啊。哎，讚！因為我有做啊，這幾天前2天我是做這一台，做的車啊。然後我就覺得說，它就有冰箱，因為在台灣的車型要有冰箱。好啦，我自己也有2台，我是 LM，LM， 因為我要跑，對我有冰箱，我那台600萬台幣，在台灣要600萬台幣。折合人民幣差不多也100多萬啊，對，所以，對，然後也沒有智能什麼的，巴拉巴拉講什麼沒有這些東西，也不能轉向，也不能沒有，你所有的功能都沒有。對，所以說這個，但是每個車都有自己的一些特點嘛，是啦，都有自己的一些特色。我好想要這個功能哦。
這個功能其實用起來的話，就是停車也好屌，你就一下车就，反正我跟大家講哦，你刚刚沒有照到屏幕，它屏幕就是它剛剛車停在這裡，它車上的屏幕就感受到周間所有的東西，它就會顯示一個停車格，對，然後他就按了停車格，然後人就下車了，真的是這麼簡單，真的，如果你不懂，你上網有很多，你打這台車。N9，城市 N9，你上網去看，它會有很多演示嘛，沒問題。對，沒問題。包含他們家的車你都可以看，因為今天他講了，我們不可能慢慢，但是你在網絡上絕對可以證明他絕對不是說謊。對，不會說謊，絕對不會說謊。今天人家比亞迪已經做到這種地步了，真的厲害。哎，好想要，真的好棒。好，行，完了，來這邊。好的，我們再看下一台。